大家好，我是美食多。我过去真是小看了折耳根，没想到它不仅有着层出不穷的美食应用，面对各种炎症还有独特的疗效，真的是让人刮目相看。折耳根的吃法多种多样，每一种都能够让人回味无穷。无论是凉拌、煎炸还是炖煮，它都能展现出独特的魅力，让人欲罢不能。除了美味可口，折耳根还具有丰富的营养价值，对身体健康带有裨益。更值得一提的是，折耳根还具有消炎的作用，对各种炎症都有很好的缓解效果。今天就用折耳根搭配鸭蛋，分享一个老一辈留下的传统方法，真的特别管用。鸭蛋作为营养丰富的食材，不仅口感鲜美，还有很多的吃法。它含蛋白质、脂肪、钙、铁、锌等营养成分，有助于增强免疫力，促进骨骼生长和维护心血管健康。除了传统的咸鸭蛋和烤鸭蛋，我们可以尝试一些新鲜的做法。首先，鸭蛋要清洗干净，先把它放入一个盆中。这些鸭蛋壳不清洗干净的话，和汤水一起煮，那真的是一颗老鼠屎搅化一锅汤。加入清水没过鸭蛋，再加入1勺白醋、1勺食用盐，用手搅拌，使食盐快速的溶解在水中。加入白醋，能够软化蛋壳上面的脏东西，而食盐可以起到杀菌的作用。将食盐搅拌融化之后，让它放在一旁浸泡10分钟。这个时间再准备一些折耳根。折耳根可是一种天然的抗生素，在农村的田间小道上随处可见，是一种难得的药食两用的好食材。味道独特，气味芳香，带有一点点的腥味，吃上去口感是脆脆的，清新自然，独具一格。折耳根又叫做鱼腥草、侧耳根、臭菜等等，你们那边叫什么呢？准备好的折耳根放入大盆中，将它清洗干净，往里边加入1勺面粉和1勺小苏打，再倒入多一点的清水没过食材。先下手把面粉和小苏打搅拌化开，使它们充分的溶解在水中，最后再将它清洗干净。大家都知道，鱼腥草是生长在泥土里边的，每天风吹日晒，难免会沾染到一些灰尘和杂质，还有虫卵之类的，因此在使用之前，一定要将它彻底的清洗一下，这样吃着才放心。面粉具有很强的吸附力，而小苏打能够有效的去除表面的农药残留。我们可以借助一个干净的牙刷，将折耳根一根根的刷洗干净。现在生活条件越来越好了，很多朋友都很注重养生，那么首先就得从清洗食材方面做起。有句俗话是这样说的，病从口入，因此吃的东西一定要保持干净卫生，那样对我们的身体才不会有所伤害。刷洗好了之后，再重新加入清水，将它淘洗2遍，直到把水洗得清澈为止。像这样清洗过后的鱼腥草，每一根都干干净净的，大家可以很放心的使用。清洗干净之后，将折耳根控水捞出，然后再用剪刀将它剪成小段，这样既能减少煮制的时间，而且里边的营养和味道也能更好的释放出来。鱼腥草最常见大家喜欢的做法就是用来凉拌了，它的口感吃起来脆嫩爽口，香味独特。全部剪好之后，先放在一旁备用。现在鸭蛋已经浸泡好了，用厨房纸或者是干净的抹布，
将上面的脏东西擦洗干净。鸭蛋经过这样浸泡之后，上面的脏东西稍微的用纸巾擦就干净了。因为今天的这个做法是要带着壳一起去煮的，因此必须把上面的脏东西彻底的洗干净。朋友们、家人们，视频看到这里了，麻烦您动动您发财的小手，帮忙点一个免费的 like。 对您来说只是举手之劳，对美食多来说可以高兴的睡不着觉。现在这个视频就辛苦您帮美食多点赞转发一下吧，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和鼓励。刷洗干净之后，再加入清水将它漂洗2遍。洗干净之后先放在一旁备用。现在把鱼腥草倒入锅中，再加入适量的清水，水的量要一次性加够，中途不要再加水，要不然会影响它的口感和作用。然后再把洗干净的鸭蛋放进来。在这里如果没有电锅的话，可以用砂锅或者是养生壶，但是千万不要用铁锅，铁锅煮出来会有股铁锈味，口感就不好了。盖上盖子，开大火煮开之后，再给它煮上10分钟，把鱼腥草和鸭蛋煮熟，煮出里边的营养和味道。煮至7分钟的时候，用勺子把鸭蛋敲碎，这样里面的营养成分能更好的渗透到鸭蛋里边，无论口感和作用都会更加的好。敲碎之后盖上盖子，继续煮3分钟。3分钟之后打开盖子，好香呀！一股热气腾腾的鱼腥草清香味扑鼻而来。这时候鱼腥草里边的营养成分已经全部煮出来了，汤水的颜色明显比之前变深了。现在把鸭蛋捞出来，再用漏勺将里面的残渣控水捞出，因为里边的营养成分已经充分的煮出来了，没有必要再煮下去了。再加入几颗枸杞，将它搅拌均匀。大家一定要记住，枸杞一定要最后放，如果煮制时间太久的话，就会破坏它的营养成分。现在把亮亮的鸭蛋去掉外壳，这样煮的鸭蛋壳很轻松就能剥下来了。剥好之后放入碗中，再把煮好的鱼腥草、枸杞水舀进来。鱼腥草除了凉拌吃，还可以将它和鸭蛋酱搭配在一起煮水喝，能够清热解毒、利尿消肿、滋补养生，好处真的是很多。它能够帮助很多朋友解决很多的大烦恼。喜欢的朋友就收藏起来试试吧。视频看到这里了，麻烦各位哥哥姐姐动动小手给我点个赞吧。点击我的头像，可以看到更多的美食视频。我们下个视频见啦！